现在居然连电视也用上 AI 啦！嗨，欢迎回来，我是栗子。去年我们开箱了三星当时最顶的 QD OLED 电视 S95C。那期节目我们重点聊聊了究竟 QD OLED 和 mini LED 电视实际体验差在哪里，要怎么选，很精彩的一期节目。还没看过的朋友，等一下一定要去看一下。而今年是不是该回锅开箱一下目前三星最顶的 mini LED 智慧显示器呢？没问题。现在在我身后的这片巨大的面板，就是三星今年的 Neo QLED 系列，也就是 mini LED 系列当中最顶的 QN900D。这台是85寸的版本。熟悉电视的朋友应该都对 QN900 这个三星顶级系列不陌生了，因为这个系列最招牌特色就是这个边框超级细，这么大的一片面板，远远的看，萤幕占比高到几乎像是无边框啊。我们这边也对比 QD OLED 去年的旗舰。QN900D 这个边框到底有多窄，真的是肉眼可见，并且 QN900D 已经是 QN900 系列的第4代产品，但是这个设计就算是放在2024年，依旧非常震撼啊！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现场亲自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实际上，我想要开箱 QN900，除了想要再次更新一下记忆中顶级的 mini LED 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年真的是 AI everywhere， 每个科技产品都能看到 AI。我们现在就做过 AI 手机、AI 笔电，而现在连 AI 电视都出现了，怎么能不来详细的聊一聊 AI 电视到底 AI 在哪里呢？所以这期节目不会像是过往的评测带一堆实测、带一堆数据，而是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现在的电视可以 AI 在哪些地方 ，AI 的功能跟过往的差异在哪里？会是一集初探 AI 与电视碰撞的影片。未来我们聊到 AI 电视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回来看看这一则影片，究竟 AI 跟电视的结合会走向什么地方？话说回来，三星今年也是 AI everywhere， 不只是手机、平板上面有 Galaxy AI， 三星今年直接在品名上也加上了 AI。像这台的全名就叫做 Neo QLED 8K AI QN900D。好啦，究竟今年 AI 首次登陆的三星顶级 Neo QLED 8K 表现如何？究竟有哪些 AI 功能？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这次我们开箱的是三星 Neo QLED 8K 最顶的型号 QN900D， 还是帮大家解构一下三星的命名逻辑。QN 开头的就是 Neo QLED 系列，也就是 mini LED 背光的电视。其中 Neo QLED 又分成了 4K 和 8K 两个产品线。4K 系列会是2位数，例如 QN90、QN95， 数字越大越强。8K 这边就是3位数，例如 QN700、QN800、QN900， 也是数字越大越强。而 QN900D 最后结尾 D 这个英文字母代表的是第几代的产品？从2021年的 A 开始，22年的 B，23年的 C， 今年2024年已经到了 D 了。所以 QN900D 就是 Neo QLED 8K 系列当中的900最顶机种 ，D 就是2024年的机器。不过今年在命名上有一个改变，就是今年采用 AI 处理器的电视，在品名上都会加上 AI。例如这台就叫做 Neo QLED 8K AI QN900D。而在 AI 功能最重要的处理器上，依照算力的不同，今年主要分为 4K 电视采用的 NQ4 第2代 AI 处理器，以及今年最新 8K 系列采用的 NQ8 第3代 AI 处理器2款，而更低阶搭载的就是一般的处理器。这也是为什么三星会说这是 AI 智慧显示器了。三者的差异就在效能以及神经网络数量的差异。其中 4K 电视采用的 NQ4 处理器就已经达到一般三星电视处理器4倍的效能提升，神经网络的数量则是与去年相同，同样是20组的神经网络。今年得到巨大提升的正是 QN900 所采用的这颗处理器，叫做 NQ8 AI Gen 3， 这是 Neo QLED 8K 系列的第3代 AI 处理器，这个提升幅度就非常巨大了。8K 电视为了因应 8K 巨大的数据处理量，通常会配备很强的处理器，因为 8K 光是解析度就达到 4K 的4倍，对，没错，是4倍哦，不是2倍。4K 解析度是3840乘以2160，大约829万画素。8K 呢，则是7680乘以4230，达到3317万画素，所以是4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 8K 的内容还不算多，所以 8K 电视非常仰赖品牌的升频演算法，将 Full HD 或是 4K 的内容升频到 8K， 这些即时运算就非常仰赖处理器的运算能力。这算是三星 8K 的传统优势，也就是他们每年都在讲的即时降噪处理、边角修复、细节还原以及纹理创建，大家很熟悉的升频4大金刚。原理跟做法邦尼也都有提到过，这边就不多花篇幅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8K 电视到今为止量还是非常少，除了硬体价格高之外，处理器的效能、即时运算的演算法
Mini LED 背光分区控光的调校，这些都是需要投入高研发成本的项目。所以 8K 不只是卖一块面板这么简单啊，背后支撑的演算法才是各家 8K 电视较劲的主要战场。所以在庞大的资料处理量之下，三星在去年 QN900C 上就已经搭载了拥有64组神经网络的高效能处理器，叫做 Neo 8K 量子 AI 高效处理器。没错，不止你觉得长，我之前就有讲过，这个名字也太长了吧。而今年则是采用全新登场的 NQ8 AI Gen 3，也是三星第3代的 AI 处理器。其中 NQ8 Gen 3在神经网络的数量被拉了一大把，直接提升8倍，从去年的64组直接拉到了512组的神经网络。以电视来看，是真的有点扯啊。NQ8 Gen 3的 CPU 效能也提升了30%，NPU 效能达到上一代的2倍，GPU 更是强了2.2倍。所以 AI 电视最重要的基础建设做好，现在就可以来回答下一个问题了：究竟 AI 今年的三星智慧显示器到底 AI 在哪里？有了更高的算力，今年的三星电视也透过这组全新的 NQ8 Gen 3 AI 处理器，针对画面、声音以及游戏3个场景，加上各种 AI 驱动的新技术。首先，我们先来聊聊画面相关的 AI， 主要强化6个地方，分别是全新登场的 8K AI 影像生屏 Pro、AI 量子程式演算科技 Pro、AI 动态捕捉技术 Pro、Neo Content HDR 8K Pro、一体景深强化技术 Pro， 以及最后一个 AI HDR 自动最佳化技术，总共6大 AI 功能。听起来非常的复杂，分开每个字我都懂，合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也太多 Pro 了吧？别担心，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 8K AI 影像生屏 Pro 这是最直观的一个，就是现在电视会透过处理器拥有的512个神经网络，不管你在看什么内容，现在 QN900D 都可以做到即时生屏，像低于 8K 解析度的内容即时生屏到 8K， 例如 Full HD 到 8K、4K 到 8K。不过生屏到 8K， 这个过往三星的 8K 电视也可以做到。这次之所以还强调生屏，就是有了 AI 的加入。现在 AI 会自动判断画面上的物体是什么，然后套上对应的演算法进行分区生屏。所以现在这个生屏不再是补点补差值，而是会根据是什么物体即时对应生屏，像是汽车、人物、背景、衣服就会对应不同的生屏演算法，有点像是 S23 Ultra 推出的即时语义分割，把画面分区再进行对应的最佳化。针对画面生屏，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发现有2个有趣的事情。第一个是 AI 如果遇到明显是刻意呈现的马赛克画面，它并不会进行生屏，所以从马赛克变成非常清晰这件事情不会存在，各位老司机们就不用多想了。但如果是一个低解析度，例如 1080P 的画面，你放大看是会有马赛克的，这种低解析度产生的模糊 AI 就会生屏。相比起原始片源，在 Neo QLED 8K 上就可以看到明显的生屏痕迹，线材的边缘会更加平顺，少了锯齿感，感觉也更加清晰。可惜的是，我们没有85寸的 4K 可以直接拍给你看对比，要不然蛮想直接拍差异的。之后有机会再来拍这个企划，应该会蛮好玩的。第2个有趣的地方是，原生的 8K 画面，感觉 AI 就不会再套用生屏演算法了，所以在某些 AI 可以补得很好的文字细节上，有时候反而 4K 补 8K 会有比原生 8K 更清晰的错觉。这边补充 ，QN900D 本身也具备 8K 影像的串流能力，像是内建的 YouTube 就可以直接串流 4320P， 也就是 8K 的内容。原生的 8K 内容看起来是真的非常震撼啊！另外，如果你的显卡够给力，透过这个48 GB/s 的满显 HDMI 2.1 的线材，你也可以直接输出 8K 60的画面到荧幕上，不用开游戏，光是这个 8K 解析度的 Windows 文字就非常细腻震撼了。就算贴着 1.5 公尺左右的距离看，文字依旧是非常细腻的。好，聊回来第2个 AI 叫做 AI 量子程式演算科技 Pro，听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我简单来说，就是透过 AI 处理器进行 Mini LED 分区控光。我们都知道 Mini LED 电视的特点就是后面有上千甚至上万颗的 Mini LED 灯珠，它们会几颗成一个分区，并且透过控制这些分区的开关亮度调整，就可以做到全黑以及细腻的分区亮度处理。例如，想象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右上角有一个又大又圆的满月，左边有个黑暗森林，中间则是月色无法照亮的极尽深渊。每个区域的亮度都不同，而所谓的控光，就是透过控制电视后面的背光分区，精准的让 Mini LED 模组呈现最合适的亮度，进而还原出更加真实的画面表现。而控制这么庞大的分区，不只是处理器硬体要强，究竟亮度要怎么调才对，也非常仰赖软体演算法。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Mini LED 电视不能只看规格，而是要看实际表现的原因。对了，虽然开头我就说这不是数据评测，但我实在忍不住啊，在 Mini LED 大家最关心亮度表现上，我也随手测了这张表格让大家参考。今年 QN900D 的峰值可以冲破2600尼特，肉眼看还是非常震撼。有机会真的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Mini LED 的高光表现，真的令人惊艳啊！所以说回来 ，AI 量子程式演算科技 Pro 其实就是在讲这次的 Mini LED 背光演算法也加入了 AI 根据画面进行控光策略的调整。第三个 AI 动态捕捉技术 Pro， 这个很有趣，实际上可以把它当成强化再强化版本的动态补偿。现在电视不只是可以把24 FPS 的画面补偿成120 FPS， 而是在补正的同时，也及时辨识画面上的元素，进行针对性的补偿。新闻下面的跑马灯，现在 AI 就会自动辨识文字，然后把文字细节补偿回去。又或是过往很容易被撕裂的足球，现在也能针对快速移动的球体，有针对性的分区补偿演算法。画面上的 AI 还有3个 Neo Quantum HDR 8K Pro、立体景深强化技术 Pro 以及 AI HDR 自动最佳化技术的3个，我一起讲。简单来说 ，Neo Quantum HDR 8K Pro 代表的是三星针对 HDR 内容有专属的一套演算法。规格上同样是支援 HLG、HDR10、HDR10 Plus Adaptive 以及 HDR10 Plus Gaming 4种格式，还是没有杜比世界。不过三星一直都有自家的映射算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三星的 HDR 效果同样表现稳定在线的原因。比较有趣的会是立体景深强化技术 Pro， 意思就是现在透过 AI 处理器，它会自动将画面上的内容分区。例如前面有人当主体，后面是背景时 ，AI 就会及时强化人物主体的立体细节，并且调整主体和背景的对比，以及 Mini LED 的分区亮度，让主体有凸出来的感受。这个演算法我们有在 CES 看过实际开关对比，打开后的确有一种类 3D 的效果。最后一个 AI HDR 自动最佳化，就是系统会透过 AI 演算法把 SDR， 也就是非 HDR 的内容自动升频成 HDR 进行播放。电视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自动 HDR 重塑的选项。好，画面上的6大 AI 功能讲完。以前有4大升频金刚，而现在有6大 AI 金刚。之后大家不懂每个名词代表什么的时候，回来看这则影片就对了。好，画面上的 AI 看完了，现在就来讲讲声音和游戏上的 AI。声音上的 AI 主要有3个，第一个叫做魔术音效 Pro， 这个功能很容易理解，就是 AI 会自动辨识声音是从电视哪个物体发出来的，然后调度 QN900D 机身上的喇叭，让声音从物体的位置发出来。例如人在左边讲话，它就会圈起来左边中间的位置讲话，在中间就会感觉从中间讲话。能这样做最大的原因是 QN900D 全机其实搭载了 6.2.4 声道的喇叭配置，在机身的顶部和侧边都有喇叭，才能让音讯尽量与画面对应。此外 QN900D 的内建喇叭也有天空声道的配置，并且支援杜比全景声。可以看到我们实测 Netflix、Disney Plus 透过内建喇叭就可以成功点灯 Dolby Atmos。另外，魔术音效 Pro 这个功能使用的地方是，它在 Soundbar 之下也可以启动。例如，你搭配上三星的自家 Soundbar， 我这边搭配的是今年新款的 Q990D， 它就可以启动魔幻音场的功能。魔幻音场的意思是，以前的电视如果接上 Soundbar， 声音就只会从 Soundbar 出来，而三星的魔幻音场则是可以同时调度三星智慧显示器和三星 Soundbar 所有的单体，让智慧显示器和 Soundbar 的喇叭分工合作。所以魔幻音场再叠加前面的魔术音效 Pro， 你在看 Netflix 的时候，人物讲话的声音就会透过机身上的喇叭发声，如此一来，声音就可以靠上，体验会很像是从人物嘴巴的位置发出来，而不会像传统 Soundbar 感觉是电视下面在讲话。有时候声音从电视下面出来，非常容易出戏啊。另外，今年这组新的 Soundbar Q990D 我也简单带一下重点，这次同样是 11.1.4 的配置，也就是本体、重低音以及2颗后环绕。并且 Q990D 是有真实天空声道的单体配置，而不是模拟出来的。规格上 ，Q990D 同样支援 Dolby Atmos 以及 DTS:X 解码。最棒的地方是，今年的 Soundbar 也支援 HDMI 2.1啦，也可以支援 4K 120的影像输入。我这边也提供一组纯内建喇叭、纯三星 Soundbar 以及三星智慧显示器搭配三星 Soundbar 的3组对比，让大家参考。
声音上还有2个 AI， 分别叫做智慧抗噪模式 Pro 以及 AI 回声定位技术。前者在设定中开启后，当电视侦测到你的环境有噪音，例如扫地机器人或者吸尘器在吵，它就会自动提升画面中的对话，让你就算有吸尘器在旁边打扫，也能听清楚对话。并且今年因为有了 AI 的加入，系统也会及时判断，当音讯的音频达到相同时，也会自动调整，提高人声。后者 AI 回声定位技术在系统内对应的是 Adaptive Sound Pro 这个选项。打开后 ，AI 就会及时根据你所在的环境、现在画面播放的内容进行最佳化，让喇叭可以根据你客厅的大小进行自动调整。好，3个声音上的 AI 讲完，接下来讲游戏上的 AI。游戏上的 AI 主要有2个，第一个叫做超能动态加速器240Hz， 简单来说就是游戏版的 AI 动态补偿功能。而之所以后面有240Hz， 没错，它不只是一块 8K 面板，还是一块支援240Hz 萤幕更新率的面板。不过受限于目前的硬体规格，最高只能达成 4K 240的影像规格。不过以电视来看， 4K 240也是目前顶级的表现了。顺带一提 ，QN900D 的接孔同样给的很有诚意。每型集线器上提供了4组 HDMI， 全部都支援最高 4K 240的输入规格。1ARC 则是在 HDMI 3的位置。游戏上的第2个 AI 叫做 AI 游戏助理，也就是过往在游戏模式当中有很多设定可以调整，而有了 AI 游戏助理之后，在某些游戏之下，它会辨识你在游玩的游戏，自动调整到最适合的档位。好，到这里，画面、声音、游戏上的 AI 全部讲完。看下来 ，AI 电视最大的改变和方向，我觉得有2个。第一个是可以看到，所有过往的声频、动态补偿的功能，在 AI 电视时代都走向了分区、分物件的补偿演算法，不再是一套演算法打天下，而是先判断物体，再采取对应的算法。例如修复画面上的文字，针对快速移动的球体锁定补偿，又或是立体景深强化技术，都是这个大方向下的产物。第2种就是 AI 自己判断该给什么模式。过往电视里面大概有10几个调节选项，甚至还要教大家哪些开哪些关。原因是光是你看动画、看 Netflix 的影集、电影、看蓝光、看串流，不同的影像来源、不同的影片类型都可以有不同的最佳设定。而有了 AI 的加入，它就可以自动判断你在看什么内容，给出对应的系统设定，做到只要打开电视 ，AI 就会自动根据你的观影习惯自动调整。不过这个方向我觉得还在很前期的萌芽阶段，未来应该还是在开电视的时候给你几个问题，了解你的观影习惯，接着就能做到你在看电影不希望有太多介入 ，AI 就自动设定电影模式，关闭动态补偿，调整至 D65追求色准的模式。而如果你是想要准确的色彩，并且希望有科技的加入，那可能就是 AI 声频，开启动态补偿，调整至 D65等等。总结一句话，在智慧时代，电子产品的设定一定会越来越多，但 AI 的加入应该让使用者需要调整的越来越少。在了解你的喜好和习惯之后，一切由 AI 判断。这2点大概就是 AI 电视比较明确的方向。而其他生成式内容或是周边功能，例如 AI 节能、AI 萤幕保护、AI 壁纸、AI 对话，肯定都会陆续出现。三星其实也都有做一些了，像是如果你家里有很多三星家电 ，Smart Things 里面就有 AI 省电的建议。语音部分，台版的三星电视也有基本的语音助理，你用讲的就可以开启 YouTube、Netflix、Disney Plus， 甚至调整 HDMI 等等。好了 ，AI 功能先讲到这边。接下来的时间，既然我们都已经接到这台顶级的电视，还是带大家重点来看一下细节，要不然太可惜啦。依照惯例，先来看外观设计，但是我不废话，讲重点就好。这次我们开箱的是三星 Neo QLED 8K 系列最顶的 AI QN900D， 这次借到的是85寸的顶规版本，台湾官方售价499900元整，售价和规格完全都是顶级电视无误啊。首先看正面，一眼看上去，这个超窄边框还是非常震撼，大概只有2毫米，同样是3窄边的设计。先前我们就有介绍过，实际上三星有用上一种特殊的透明粘胶，让 QN900D 可以做到视觉上超级窄的感觉。底部就是常规的13mm 的表现。另外正面也有救急黑面板，也就是三星的抗反射涂层，可以降低环境的灯光和窗户外面的反射。立架还是三星近期爱用的至中平板底座。话说这台摆在我们工作室将近1个月，每次晚上地震，想要它在那边晃呀晃，隔天开门就好像在开惊喜包一样。还好都立得好好的，要不然想到50万晃到地上也是心惊胆跳啊。所以撑过地震，稳定度也还算 OK。不过这种大尺寸的机种，我是建议不用多想了，直接上墙才是王道。
另外，这台同样有美型集线器的设计，只要一条线就可以做到供电和传输。你要外接东西都在这个盒子上了，这个设计真的非常优雅，插线方便很多。你也不用趴在墙上，艰难的找 HDMI 到底在电视后面的哪里。美型集线器真的好用。另外，盒装内有随附2种长度的美型连接线，可以根据你要的桌置和壁挂选择适合的长度。接孔上总共配有3个 USB-A 接孔，官网说还有一组 USB-C， 少了一大圈，原来在机器本体上啊。还有一个光纤，以及总共4组的 HDMI，4组 HDMI 都是 HDMI 2.1，支援 VRR 可变更新率，最高可以达到 4K 240的画面输入。而在随附的遥控器部分，还是这只小巧可爱、支援太阳能充电的智慧遥控器，反着放在桌上就可以持续蓄电，或是直接插底部的 USB-C 就可以快充。充电时也可以操作，不用换电池，好用。同样是蓝牙连线，就算不对着电视反着拿，或是在棉被里操作也都可以控制，蓝牙就是好用。另外，这只遥控器也支援语音助理，并且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繁体中文的选项，像是你要看 Disney Plus 讲中文，打开迪士尼家，它也听得懂。最后来看智慧功能，也算是三星电视的一大看点。QN900D 同样采用三星自家的 Tizen 作业系统，操作体验还是一贯的流畅，开机够顺，快速切换 App 也没问题。界面上同样是新版有首页版本的操作界面，比较接近大家熟悉的 Android TV。而在智慧功能上也是该有的全部都有。手机连接上 ，Android 这边可以使用 Chromecast 进行投放，像是 YouTube、Netflix 都可以直接按下 Chromecast 投放按钮，直接投到电视上。而如果要让整个手机投影到电视上也 OK， 三星直接点这个 Smart View 就可以投放，并且手机侦测到你在投放三星电视，它也自动帮你把画面调整成电视16:9的荧幕比例，所以不会有黑边哦。并且不只可以投放，三星电视是支援 Multi View， 也就是多重视窗的，你就可以左边继续看你的电视，看 YouTube、看 Netflix， 右边就是投放手机的画面，最多甚至可以开到4K，好好利用这个85寸的大电视。而如果你是苹果用户，三星电视也直接内建了 AirPlay 2， 所以苹果的 iPhone、iPad、Mac 都可以直接无线投放。Windows 笔电也可以无线投放电脑画面到电视上。支援 Samsung DeX 的装置也可以直接开启无线 DeX， 让手机变成电脑。甚至你可以直接把滑鼠键盘接上电视，透过内建浏览器直接打开 Microsoft 365编辑 Office 的文件。而在电脑和游戏机的连接体验上 ，QN900D 同样支援 FreeSync Premium Pro、HDR10 Plus Gaming、HGIG 以及 ALLM。先来测 Windows， 实测4个 HDMI 孔位都可以成功开启 4K 240，以及触发 VRR 可变更新率。不过 4K 240就要看你的显卡给不给力了，记得要搭配48 GB/s 满血的 HDMI 2.1 才能触发哦。同时也可以成功启用 8K 60，这个文字真的超级细腻。我们也实测了游戏机的支援状况 ，PS5 的支援非常单纯，主要就是看是不是可以支援 4K 120、VRR 以及 ALLM。这边实测3个都有过关。接着来看比较复杂的 Xbox Series X， 最重要的 4K 120点灯成功。也可以正常触发 HDR10， 不过没有 Dolby Vision， 所以没有打勾。在视讯模式里，同样没有 Dolby Vision， 但是有 ALLM 自动低延迟以及 VRR 可变更新率。好啦，重点看完，节目也来到了尾声。这期节目的重点就是全面带大家来看 AI 电视到底新增了哪些功能，跟一般的演算法甚至更传统的电视差在哪里，也算是对 AI 电视这个类别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初探。但是我还是必须说，电视的本质重点是让使用者看到好内容。但是面对不同的画面特性，例如看电影和看球赛，两者需要的设定就截然不同。电影一般来说会希望追求色准，精准还原创作者想要呈现的画面风格。有些玩家更追求是不要有任何演算法介入，就是要享受24 FPS 自然的动态模糊。而看球赛，大多是几个人一起同乐，鲜艳的画面即使动态补偿都是加分项。所以 AI 电视时代，我的看法还是那句话，功能应该要越来越多，但是使用者需要手动设定的应该要越来越少。它终究是电视，只要做到好的画面呈现，它就是一台好电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如果还有任何想知道或是帮你没有说到的地方，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我是驴子，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